哇，这个采光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。接下来就是会把我的办公桌放在那边，投影机，然后就这样投过来，然后投在这里，应该是蛮爽的。搬家总共花费了$，最后来公布新家的房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。今天这一集呢是有关搬家的 Vlog， 就是我终于要搬家了，耶！要搬离这个住了2年的社区，最后是决定从 Sunnyvale 搬到 Santa Clara。会搬家的主要原因呢，当然有一个点就是想要换换环境啦。但是最主要的点呢，还是这个房租，因为目前这个社区我已经续约2次了嘛。那我记得加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有规定说，租金就是每年最多不能涨超过10%。而这个社区呢，就是我每次续约，它都给我涨了10%，所以现在的租金对我来说已经有点贵了，是2B2B 这样。之后呢，就是会搬去住1B1B 的房间，就是 one bedroom 的房间这样。那之后也会带大家来看看，就是新的房间长怎么样子。那最后我会公布说旧的地方的租金跟新的地方的租金。如果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，就一定要把今天影片看完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这一次的搬家 Vlog 吧 ，Let's go！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包好的行李的部分，明年会请搬家工人来搬，因为搬家工人是穿实薪的嘛，所以如果请他们包的话，会花费比较久时间，自己先把它包起来会比较省钱一点。然后很多人是说搬家可以去 Home Depot 买这种纸箱，但我们其实是刚好去捡人家那种刚搬完家的人留下来的纸箱，所以这些纸箱就是都不用钱的。然后刚好我买东西的习惯就是会把之前的纸箱留下来，所以像这个萤幕保护的保丽龙全部都还留着。那因为其实衣服没有很多，所以就是全部都装在行李箱里面，这样。对 ，PS 也包起来了。那电视的话，就是交给搬家工人来包这样子。还有一些厨房的瓶瓶罐罐碗盘那些，就等到今天吃完在这边的最后一餐之后，再把它包起来。Tomorrow。那今天是搬家日，就请了师傅来帮忙搬家。影片后面也会公布，就是在美国搬家的这个费用是多少，行情是多少这样。那这就是我们请来的师傅，然后现在里面的东西已经 loading 了差不多，大家就是反正就这一车，然后开去新地方这样。希望搬快一点，毕竟它是算小时的。清空了，回到当初搬进来的时候的样子。要离开就是清空这个住了2年的地方，还是有点怀念的，有点不舍啊。现在就是最后来清扫一下，用吸尘器洗一洗吧。2 hours later，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看新的租屋处在还没把家具搬入前长怎么样。哇，这个采光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有这个中岛，厨房呢就是该有的都有啦，冰箱啊、微波炉、烤箱，然后这个炉台是明火炉台。所以就煮饭、炒菜那些就很方便，这样。跟之前的租屋处比，我蛮喜欢这个，就是它有分开的水槽，这个就是你可以一般洗东西，然后这个是食物搅拌器，就是打碎食物的那种。对，这边预计就是客厅跟餐厅啦，那应该就是客厅。接下来就是会把我的办公桌放在那边，然后这边就是沙发嘛，然后那边可能就是电视这样子。对，再来带大家来看下厕所，这间房子的厕所超级大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一间，这样。那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应该就是它的这个洗澡的地方没有浴缸吧。不过我蛮喜欢这种隔开的方式啊，这个玻璃门，然后的排水口很多，感觉就比较不会堵塞。然后那边有一个洞可以放沐浴乳啊、洗发乳这些。不过这种玻璃门的缺点就是之后要蛮勤着刷它啦，就是要把水花刮掉，不然可能就是比较会有很多水垢这样。再来房间的话，房间是这样，我觉得它的采光光线真的很不错，然后是格局很方正的房间，就是如果你摆张床啊，然后还可以摆个桌子啊什么的。我之后可能会在床头弄一个
投影机吧，投影机，然后就这样投过来，然后投在这里，应该是蛮爽的。这间房子是1楼啦，所以可以看到外面呢，虽然是外面就是有一条小路，但是其实这条小路基本上是没什么车的，也不太会吵。然后对面好像是某个公司行号的楼的停车场，所以其实也是都很空旷。对，然后再来这个是更衣间啊，更衣间就放衣服，还有放行李箱这样，这个就不多加赘述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新的住宿的小小开箱啦。这一整间房子是785 square feet， 所以换算成坪数的话，大概是22坪左右，就是22坪的算套房吧。有 one bedroom one bathroom， 然后有个中岛，然后客餐厅。啊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猜这个房子1个月租金是多少美金呢？或者你要猜台币也可以。片我会公布我们这一间房子租了多少钱，然后也会公布前间房子的租金以及就是被涨了多少租金这样子。这就是搬家后凌乱的样子，大件的家具已经都摆到相对的位置了，但还有很多小东西啊，很杂的东西，不知道整理多久。不过我们还是先进入讨论这个房租还有搬家费用的环节吧 ，Go Go！ 看完前面的片段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我的新家如何呢？再来就是要公布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搬家的费用，还有新家的房租。先来说说旧家的费用好了，旧家是2B2B， 就是2个房间2个厕所的房型。第一年我记得房租是3725左右，再来第2年涨到了大约4100美金左右。第3年在连续2年的涨价之后呢，整间房子的房租来到约4300美金。价格上来说，因为矽谷地区本来在疫情结束之后房租就是一直在上涨的状态，所以也不是到不能接受，但是会想搬家，当然还是有考虑到其他因素啦。像是这间房间临近高速公路，非常的吵，而且社区设施有点老旧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社区夏天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蚂蚁，这就是我最讨厌的其中一个点，处理起来是非常的麻烦。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点想换换环境啦，所以就下定决心，约到期之后要搬到1B1B 的套房去，就是1个房间1个卫浴的房型，而且是说 Santa Clara 的电费比 Sunnyvale 便宜超多的。再来是搬家费用。搬家总共花费了440美金，我是找了华人搬家公司，1个小时的搬家费用是120美金。搬家之前我是先把自己的东西都先用纸箱包好了，当然你可以让他们帮你包，只是因为是按小时计费的嘛，所以不知道他们会包多久，有可能会拖拖拉拉的，所以我就选择自己先包好，让他们搬就好了。最后是搬了3个小时，总共360元。然后给了2位师傅小费60元，再加上要补贴他们油费20元，总共就是440美金。是说他们的小费就是60元，1分都不能少，你只能给多不能给少。最不爽的就是他们有个师傅抽烟还被我抓到啊，这样还敢跟我要求这么多小费，就有点傻眼。最后来公布新家的房租，新家的房租呢是1个月3075美金，水电网路费另计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子的房租如何呢？有没有在前面成功预测到的人啊？可以喊个声。那我觉得以这样子的房型来说呢，以 Santa Clara 地区算是蛮不错的。这边地段好，环境安静，社区公设也还蛮不错的。而且我租的房间所在这栋楼是这几年才新盖好的。这些条件加起来呢，这个价格算是我可以接受的。目前住下来也还算是蛮满意的啦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搬家 Vlog， 还有搬家的费用介绍。有兴趣看整理布置完后房间的 room tour 的观众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敲完，之后有机会可以拍一集这个内容。布置完后，我是真的觉得我家蛮不错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Jeff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，See you。